区块链故事2：互助会。互助会在西方称为轮换式储蓄和信贷协会，是一组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开会以共同储蓄和借款的人。这是去中心化银行业务和同财贷款相结合的一种形式。所有的会角共同记录每期的交易。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类区块链制度，这在各州都有流行，只是方式各有不同。结构：标会可以是定期，也可以与农村社区的季节性现金流周期相关。这些通常与农民的庄稼收成相吻合，并让成员拥有固定日期的可靠资金。一个会期相当于一次定期提款。为了确定成员之间的资金分配顺序，在开始定期积累资金之前，先完成并确定了会期。根据预期的目的，成员可以通过相互协议与其他成员交换其标期。拥有多个会角的会员可以保留选择另一会角支付日期的保留权利，但是应在付款过程之前将更改通知会首，以免造成混淆。每位成员在每会上的会钱均相同，而一位成员则一次性提取全部款项。这样一来，每个会员在标会的有效期内都能获得更多的资金，并将其用于他或他希望的任何目的。会期间，每个成员都可以看到每笔交易。由于无需在组内保留任何资金，因此无需保留任何记录。这些特征使系统成为透明和简单的模型，非常适合识字率低且系统薄弱的社区来保护集体财产权。台湾互助会之运作：欲投标者需已将投标金额写好，以信封装好并签名。然后会首召集各会员，公开查阅，以决定以最高利息投标者得标。一般来说，无人竞标的时候，会首会以抽签方式选到得标者，并以最低利率加以计算。会首一般是为了经商或者急需头寸才成立互助会的。会角入会则主要是为了储蓄，或者是当紧急预备金，当急需周转时，不需要去借，亦可博收利息。而想要赚钱，资金较充裕和不急于套现的会角，则会倾向于最后得标，因为这样所得的利息最多。互助会的缺点：传统标会方式因为信用度和强制付款的机制无法建立，而经常会有倒会的情况发生。目前网路标会仅采用电子工具，但运作方式则几乎与传统方法一样。若是采用现在的区块链技术，则无人能作假或赖账，会是一种理想的区块链形式。